君子怀德。穿越过来，别人不是修仙大佬，就是天命女主。我倒好，天生丽骨，一身蛮力。因为身上的戾气到哪里，都会被认定是魔头，被关在这牢里，暗无天日。可我的戾气却每天都在增长。剑不烂而内自省。这老头念了3个时辰了，我耳朵都快长茧子了。你年纪轻轻犯下重罪，若是能静心听老夫讲圣人之道，或许还有救赎之机。我受不了了，老娘宁可再砍10个暴徒，也不听他再念一句。老先生，您听说过一句话吗？叫能动手就别抄手。哪来的小白脸，敢管老娘的闲事？我得罪过你？非也，本尊乃雀云宗青乌，你天生丽骨，杀意充实，正是修我杀道的不二之选。如何？拜本尊为师，入雀云宗，从此你想杀谁就杀谁，以杀入道，修成无上仙体。想杀谁就杀谁，真的，你没骗我。雀云宗以杀道立宗，修至大成，天下无人不可杀。师傅在上，受徒儿一拜。不是，要不要这么快啊？今后你便住在此处，明日的收徒大典，为师会亲自为你主持。届时你好好表现，莫要丢了为师的脸面。放心吧，师傅，这种事儿徒儿从小就没输过。莫要轻敌，雀云宗内天才云集，管他什么天才，我说了不会输，就是不会输。传来那年我13岁，在这儿苟延残喘活了5年，现在这日子总算是有点盼头。这次又做什么乱七八糟的梦？叮！恭喜宿主绑定以德服人唐僧系统，系统编号001为您服务。啥玩意儿？唐什么僧？本系统将赋予宿主口灿莲花之能，以礼教化众生，但同时宿主将无法使用原有神力，且修炼速度会大幅降低。所以不能杀了。正是，宿主将以道理代替杀伐，以佛法感化代替杀伐。行行行，感化就感化，困死了。封印宿主神力，绑定确认，祝宿主早日得道。老娘传来都好几年了，梦到过系统无数回了，反正都是做梦。明天酒醒了，谁还记得？今日本尊收此女为关门弟子。哟，青雾师兄收徒了，难得难得。不知是哪家的天才，能入青雾师兄的法眼。坐。
不对啊，我的天生神力呢？青梧师兄，你收的这弟子灵力怎么比刚入门的小弟子还弱呀？这就是祭灵门的新弟子，灵力弱成这样，是来凑数的吧？阿弥陀佛，诸位施主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打打杀杀皆为业障，回头是岸，方得极乐啊！我的嘴怎么不听使唤了？这是来雀云宗传教的。青梧，你是打算把祭灵门改成佛堂不成？完了完了完了！老娘是来学杀人的，不是来当和尚的。这贼老天是要玩死我！就这姿色，修炼不行，去合欢宗倒是个好苗子。可不是嘛，这脸这身段，去合欢宗肯定吃香。师弟啊，你以往的眼光不是毒得很吗？这次怎么收了个中看不中用的回来？你凭什么这么说我？江离是本尊的弟子，谁若不服，尽管来祭灵门找本尊说话。山月，你一把年纪了，欺负一个小弟子，怎么脸上很有光吗？护犊子护的倒是快，你怕不是贪图他的美貌？你以为人人都是你吗？净收些年轻力壮的男弟子。进入我门，便是我徒。想走可以，把为师毒死再说。你个小白脸，活阎王断子绝孙的死变态！老娘诅咒你喝水塞牙，走路摔跤！怎么，可有想清楚？你说毒死你就行，只要你有这个本事，那一言为定。师傅，这是徒儿亲手炖的鸡汤，您尝尝。可能盐放多了呗。是吗？原来如此啊。狗师尊，老娘不陪你玩了，要打要杀，给个痛快话啊！你倒是。明日随众弟子去听学。哟，这不是我们雀云宗第一废物吗？怎么还真来上学啊？叶师姐，你有所不知，有些人当和尚都当不好，还妄想修道呢。照我说，你还不如去佛门，就凭你这张脸，勾引几个僧人双修，修为说不定长得比在这快。怎么，上次不是挺会说的吗？这下连话都不会说了。被动技能启动。阿弥陀佛，子不教父之过，你爹不教你，你爹的错。阿弥陀佛，要是你爹知道你来宗门是为了跟人耍嘴皮子，还不如把你送到集市卖猪肉，当个市井泼妇，
恐怕天赋更高。阿弥陀佛。我们刚刚是被骂了。师妹教训的是，师姐此番受教了。她吃错药了。好，好。长老容禀，将离师妹修为全无，所学所修皆与我雀云宗杀道相悖，留在宗门恐怕耽误了师妹的前程，不如另觅良处，也好让她发挥所长。多谢师姐关心，不过我就喜欢雀云宗，就喜欢听长老授课。好，好，好，上课，上课。可惜了这悟性，偏偏经脉如此滞涩。不是吧，江爷，这种低级的绊脚术你都能中招，也太菜了吧！想走？那你想怎样？你以为那个老东西夸你几句就了不起了？废物就是废物，再怎么折腾也成不了气候。你说的对。所以，要么下次直接杀了我，要么就别用这些上不得台面的小手段来恶心我。江师妹，青无仙尊请你去用晚膳。不去，不饿。打又打不过，修又修不了，毒也毒不死，连走都走不掉。难道真要在这破地方当一辈子念经和尚？不许哭，哭什么哭？要笑。啊！随便进小姑娘房间，你是憨熊吗？憨熊，何意？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，你走吧。是吗？那就去和你师兄姐们说说去。放开我！狗师尊，我讨厌你！小师妹，可算不用辟谷了。小师妹来了，我们就能光明正大吃好吃的了。世间万物相生相克，没有解不开的局，只有还没找到的克制之法。比如你这几个顽劣的师兄弟姐妹，克制他们的法子，就是不让他们吃烧鸡。所以师姐师兄他们是黄鼠狼成精。
小师妹，师尊的意思是万事都有破解之法。朽木不可雕也。不想教就别教喽。我早就说过萧下山，是你们非不让我走。如今以你的修为，怕是连山都下不去。修为低怎么了？又不是我愿意的。你以为我不想修炼吗？你以为我想当废物吗？你们根本什么都不知道。世间万物相生相克，没有解不开的局，只有还没找到的克制之法。哇，这也太得了吧！哇塞，这个更得，简直是感天动地的大德。检查功课。不如请江师妹也展示一番，让我们见识见识。行啊。才一天一夜的功夫，炼气一境。一境，果真是炼气一境，怎会有如此之强的实力？简直不符合常理。师妹怕不是修了什么邪魔外道，长老还是小心些为好，免得他走火入魔。江离，你昨日分明还难以修炼，今日却已然是炼气一境，还能凭一境之力碾压4境弟子，你这分明是修炼了邪魔外道。我没有修炼邪魔外道，这些都是我用雀云宗古籍悟出来的。本座给你机会悔改，你非但不领情，还走上歪门邪道。这堂课你不必上了，回去好好反省，好自为之。这是咱们季凌风吗？小师妹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挺好的。小师妹，你当真没事？有事就说，师兄给你撑腰。我真的没事，师兄师姐们别问了。不对劲，小师妹绝对不对劲，咱们得去找师尊。季凌风，是。师尊又有何贵干？山下有户人家，为师已替你打点妥当。你收拾收拾，明日便下山去吧。什么意思？你这般辛苦，为师看着也不忍。不如回去做个凡人，安稳度日。我不走，我好不容易上了山，好不容易能修炼，现在让我走，门儿都没有。哦，那真是太可惜了，做不了凡人了。
师尊，问你个事儿，这本书是邪魔外道吗？这本书乃为师生平经验所得，谁跟你说是邪魔外道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那也差不多了。青雾仙尊深更半夜闯入女弟子住所，你枉为师表！我可曾得罪过你？哼，我那徒儿江离可曾得罪过你？江离自己学艺不精，走了歪门邪道，关我什么事？我不过是揭穿他罢了。是揭穿还是针对，你心里有数。你得罪了我那徒儿，还敢说没有得罪我？再有下次，我会杀了你。师父，青雾仙尊昨夜闯入弟子房中，弟子清白险些不保，求师父弟子做主。岂有此理！亏得全宗上下尊他一句仙尊，简直枉为人师。听说有人不仅污蔑本尊，还处处针对本尊的徒儿江离。你来的正好，我正要为苏荷讨个公道。巧了，我也正好想给自己徒弟讨个公道。真是稀奇，我怎么不知道师弟还有这样讲道理的一面？是啊，以往要是遇到让师弟不痛快的事儿，他不把人天灵盖掀了都算万幸。今日是当真转了性，还是知道自己理亏，才假模假样的来谈论？你们说够了吗？既然说够了，那就换我说。听说你和叶苏鹤污蔑我徒儿江离修炼邪魔带道，可有此事？师兄师姐，你们这是集体便秘了？比便秘严重多了。师尊今晚被传讯去了流云殿。去宗门怎么了？不是很正常吗？不一样，听说师尊昨夜不知为何，竟深夜跑去叶苏鹤的房间，把人痛打了一顿。今早叶苏鹤就到石师伯面前告状，说师尊夜闯女弟子住所。不行，那狗师尊凭什么叫人欺负？他是我的师尊，谁也不许动他！老夫亲眼所见，江离前一日修炼一窍不通，过了一夜竟功力大增，甚至压制了炼气4境的叶苏鹤。可他修为明明只有炼气1境，这不是邪魔药道是什么？谁敢污蔑我师尊？来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！老娘不眠不休熬了整整1个晚上才把这仙法修明白，眼睛都快瞎了。结果呢？你们轻飘飘一句邪魔歪道就把我打发了。你们自己做不到的事，别人做到了就是邪门歪道。此书乃本尊亲手编写，宗内藏书阁有收录，通过了历代祖师元神考验。怎么，你的意思是本尊的功法有错，还是师祖们全都看走了眼？给老娘看清楚了！你唐僧系统启动，祝您以德服人，生活愉快。阿弥陀佛，人之初性本善，施主何必为难贫僧？贫僧自凡间而来，前往纪灵拜师学艺，不求闻达于诸位脑残，只求心安理得。住嘴啊！住嘴啊！住嘴啊！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善哉善哉！够了！你们真不愧是师徒，滚回你的纪灵峰去！今天的事到此为止。倘若日后要是再让本尊知道宗门内有弟子欺负江离，本尊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好好的站在这里跟你们讲道理。师尊等我！师尊，您没把师伯他们怎么样吧？
师尊若是犯了门规，我们每个月还能吃到烧鸡吗？吃，就知道吃，福气都被你吃没了。师尊身上这不是没有师伯们的血吗？你们一个两个哭丧着脸作甚？以后出门批本尊名讳，也别说是本尊的弟子。师尊，你生气了吗？师尊，你还在生气吗？我都给你道歉了。以后你也是，出门别说是为师的弟子。对不起啊，师尊，今天这事儿是我连累你了，要不是我，你也不可能会被他们为难的。他们为难我？你觉得本尊像是会被随意为难的人吗？不像，师尊长得像杀人越货、鱼肉乡里的大反派。滚！好嘞。走，离他远点。哎，看来大家还挺尊重我的。关于灵气和怨气，可有人有不同的见解？叶苏赫，你来回答。长老，其实我对灵气和怨气……算了。我可以跟你挤一挤吗？这里挤不下了，待会儿有人来做。肃静！江师妹，要我说，你不如就一辈子待在纪灵峰得了，何必每天跑来自取其辱呢？师姐还是先关心关心你自己吧。3日后的剑种试炼，你勤加修炼了吗？别到时候进了剑种，连一把剑都看不上你，那才叫丢脸。师姐，青鱼仙尊叫您速去铺玉亭。近日听学还顺利吗？挺好，还行。3日后，剑主将提前打开，你们勤加修炼，届时可入剑主挑选一把趁手的武器。师尊，武器认主看的是什么？1看信性，2看缘分，3看灵根，4看修为。那我没戏了。师尊，您能别每次都跟鬼一样飘过来吗？不能。师尊，我觉得我修仙无望了，这辈子都别想修成大道了。
何出此言？就是觉得我不配。若你是因为别人生出这样的念想，大可不必。天上的月亮不会因为你我对它的态度发生变化，月亮还是月亮。可我本来就不是月亮，人家是天上月，我是屋上瓦，您当初又何面将我带回来？若你非要早早给自己定下命运，妄自菲薄，那才是真正执迷不悟。师尊，您是天之骄子，您哪里就要给自己定命运？分明是万般皆是命。你从别人眼里看到的你，并非真正的你，你以为的命也不是你的命。凡人之力微薄，并非要你撼天动地，我让你去等，是为了等一个合适的时机。人生既为量，一为命，二为遇，三为机缘，四为持之以恒。有时只需后面两者，便可称之为人定胜天。为师的话，你好好想。师尊，你也觉得我很差吗？你很好，是为师收过的最出色得意的弟子。我真的不差吗？武器认主，一看信性，二看缘分，三看灵根，四看修为。和师尊说的一模一样。我呢，天赋卓绝，又是难得一见的冰灵根。剑仇中有一把上古神剑，名唤寒朔，以我的资质，必定能拿下。至于你嘛，一个不上不下的水灵根，修为又不济，能在剑种里捡到一把刀就算不错了，可别拿把菜刀出来丢人现眼。是，师姐最厉害了，您不是冰灵根天才吗？那肯定能把寒错剑拿到手啊。要是拿不到，这天才二字，怕是要名不副实了呢。你给我等着！哦，祝师姐马到成功。按抽签顺序进入剑种，20人一组，依次上前抽取签号。签没了。最后一个，好的全被前面挑完了，这还选什么？既然如此，江离就排在最后一组，最后一个进去吧。哼。废物就是废物，连抽签这种事儿上，照样比不过我。叶苏鹤，你得意什么？还没进去呢，就尾巴翘上天。还是那句话，先拿到韩错，再来跟我炫耀。是青霜剑，雀云宗师祖羽化前留下的佩剑，镇宗之宝啊！哎呀，原来是青霜剑啊，不是寒鞘呢。师姐不是说自己能拿到寒鞘吗？太可惜了，寒鞘真是不识货，连鼎鼎大名的冰灵根师姐都不认。韩错那可是上古神剑，雀云宗历代天才多了去了，也没见韩错认主过。诗云师兄，你这徒弟口气倒是不小啊，人心不足蛇吞象。下一组，赶紧让下一组进去。小师弟这新收的弟子，倒是勤奋的紧。装模作样罢了。啊，叶师妹，你说啥？你说我们小师妹装模作样，你怎么这么坏啊？我没有，你听错了。哦，原来是我们听错了呀，还以为某些人小肚鸡肠，见不得我们江离好呢。江师妹修为不济，努力些也是应当的。哟，那小师妹厉害着呢，保不齐她就能拿到寒错剑，可不比你那青霜剑强。最后一组进剑轴。真晦气，跟你这个废物分到一组，哪里还能挑到什么好剑？别挡道，一边去！
算了，走这边。总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叫我名字。居然跟这个废物分在了一组，真是晦气。走，咱们去那边找，跟他走一块准倒霉。到了，就是这儿。被吸引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。小师妹怎么还不出来？快，回麒麟峰请师尊过来。那是韩作剑。不可能，这把剑连金丹修士都拔不出来，他一个炼气一境的废物，怎么可能？他一个炼气一境礼物怎么可能？他一个炼气禁制松动了，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，一定是剑爪的禁制松动了。韩错认主了，那可是上古神剑，不是说已经300年没人拔出来过吗？怎么会选他？他才炼气一境啊！宗门里随便拉一个杂役弟子，修为都比他高。这算什么？老天瞎了眼，还是说韩错剑放久了，标准降低了？不可能，他才修炼多久？就是，他凭什么能拔出这把剑？这可是剑轴里的神剑啊！他肯定是用了什么邪术。就是，不然他怎么可能拔出这把剑？我徒儿自然配得上最好的剑。这把剑在剑轴里等了几百年，等的就是我徒儿。我徒儿自然配得上最好的剑。哼，韩翘认主又如何？炼气一境拿得动？别说是神剑，就是给他一把仙器，他又能发挥出几分威力？挺轻的，仙尊要不要试试？贫僧可以借您挥2下，看看您拿不拿得动。这周师兄。老夫等了1000年，就等来你这么个炼气一废。1000年来最好的天才拔不出这把剑，最差的废物倒是把剑拔出来了，这算什么？天道在跟老夫开玩笑。你是韩秋剑灵，在这剑里待了1000年，不然呢？你以为自己是天选之子？醒醒吧，你连筑基都没到。天选之子的门槛是金丹起步，你差了2个大境界，外加1个天劫。老夫等了1000年，等来你，比守株待兔那只农夫还惨。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，习矣；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，谓之有也。在止于至善。别念了，求你别念了，我认输，我教你剑法还不行吗？全套剑法，一招不落，你想学什么我教什么。阿弥陀佛，早这样不就完了？贫僧又不是不讲理的人，何必受这3个时辰的罪？这哪是主人，这是来索命的。1000年等一回，等来一个念经的，老夫上辈子造了什么孽？说好了，剑法全套，一招不落，不许反悔。反悔的话，贫僧还有《孟子》《中庸》《诗经》没念完。握剑的手再往下沉3分，不是让你攥死他，
是让你握住它。脚下站稳，重心放到脚后跟，别跟没吃饭似的。你早饭到底吃了没？暴躁老头，运转你的灵力。你这什么奇葩路子？炼气一静，剑气倒快赶上筑基了。别人突破是往上涨，一层一层往上叠，你是横着涨，光长块头不长个子。你就说厉不厉害吧？往上涨，横着涨，能打赢不就行喽？厉害个屁！横着涨也是炼气。出去罢，人家报修为，你报什么？炼气一境大圆满，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？江离，可以再加个潜水。物理超度专业炼气一境大圆满。唉，老夫当年连纵横修真界什么天才鬼才没见过，怎么摊上这么个玩意儿？炼气一境没资格进3层以上，这是门规，写在这里几百年了，谁都不能破。你要是想查东西，1层够用了。长老说的对，规矩就是规矩，贫僧尊重规矩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把剑插地上是什么意思？阿弥陀佛，贫僧就在这儿等，等到您觉得我够格为止。示威？您1天觉得不够格，贫僧等1天；1年觉得不够格，贫僧等1年。那你等着吧，老夫守了80年藏经阁，什么人没见过？你这种耍赖的也不是头一个，最多做半天就跑了。他还真做了1天，疯了吧？跟一块石头较什么劲？还不走？做了1整天了，腿不麻吗？不着急，贫僧有耐心。当年跟师父念经，能把师尊念到闭关，比耐心，贫僧还没输过。比耐心，我从小在冰牢里等人来救我，等了那么多年都没等到，坐在这里等一个老头改主意，算什么？师兄且慢，贫僧观你眉间有煞气，印堂发暗，眼下有轻影，不如听一段心经，净化心灵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之时，侧重不孕，亦复如此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恶。舍利子，色即一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火气太盛，容易走火入魔，水火不济则经脉受损。贫僧给你讲讲清心诀，先平心静气，再练火系功法。能知道大脉部专项解读是兴趣，如是咒想行实亦复如是。舍利子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。如受想行。平时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无苦即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彼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多。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你进去行了吧？3层以上随便进，藏经阁的禁书区也对你开放，求你闭嘴，别再念了。多谢长老，长老慈悲，贫僧就知道长老是个通情达理的人。
我守了80年藏经阁，什么样的修士没见过？头一回遇到这种狠人，8年，头一回想辞职。这就是禁书区了吗？这书邪门，别碰！以杀正道的法门，练的人10个有9个走火入魔，剩下1个直接入魔道。老夫当年亲眼见过一个天才，因为练这功法，把自己练成了疯子。我说你这丫头，听人劝吃饱饭行不行？这书真的碰不得。你修炼的路子本来就奇葩，再加上这种邪门功法，会出事的。这不就是以德服人的暴力版吗？杀生渡，杀的是恶人，渡的是善人。说白了，就是物理超负的理论升级版。什么？你从这书里读出了以德服人？阿弥陀佛，先借回去研究研究。杀生渡，渡的是生还是死？说清楚了再考虑练不练，不研究就否定，那叫偏见。这疯丫头又想干什么？别人看到这种邪门功法躲都来不及，她还往上凑，还说什么研究研究。江离，我要让你身败名裂。你拔了寒鞘又组合，你赢了大比又怎样？只要坐实了偷盗宗门至宝的罪名，你就彻底完了。琉璃盏失窃，全宗搜查，各院各房一个不漏。所有人站在原地不要动，等搜查结束。找到了，在江离枕头下面，藏得还挺深。江离，你竟敢偷盗宗门至宝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啊！我说我不知道，你们信吗？这玩意儿我见都没见过。拿下，押到执法堂。江离，人赃并获，你还有何话说？琉璃盏是雀云宗的镇宗之宝，偷盗此物，按门规当逐出师门。阿弥陀佛，诸位师长，贫僧有几个问题想请教，在定罪之前，能不能先回答贫僧几个问题？若是狡辩之词，罪加一等。第一，你们说贫僧偷东西，可有人亲眼看见贫僧进过宝库？有目击证人吗？第二，琉璃盏上有贫僧的指纹吗？验过了吗？宝库里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能证明是我拿的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第三，贫僧一个炼气1境，修为全宗门最低，怎么可能突破宝库的3重禁制？那禁制连金丹修士都要费一番功夫。第四，偷了东西不跑不藏，就大拉拉的放枕头底下，是怕别人找不到吗？这不合常理。你
狡辩，人赃俱获还敢抵赖，东西在你枕头底下找到的，这就是铁证。贫僧只是在讲道理，如果我说的每一句话都站得住脚，那就叫陈述事实。事实就是事实，讲理不算狡辩吧？叶师姐，还是说在执法庭里连讲理都不让了？听说有人找我徒弟麻烦，我特意过来执法庭看看。一把年纪了，欺负一个小姑娘，也不觉得害臊。你好大的胆子！青武，你反了！这是执法堂，你眼里还有没有宗门规矩？我祭灵门的人，轮得到你们审？哼，你们审了这么久，审出什么了？连嫌疑人都定不了罪，还好意思在这里叫？师姐，真的是你陷害的江雷吗？说，怎么不继续了？现在告诉我，谁才是贼？师贼，谁逐出师门？叶苏鹤陷害同门，偷盗宗门至宝罪名成立，罚官撕过牙3个月，面壁悔锅。期间不得踏出撕过牙半步。你等着，不会放过你。3个月很快，等我出来，我要你加倍奉还。阿弥陀佛，师姐好走。思过崖风大，记得多穿衣服。那边比山下冷多了。对了，那儿晚上有穿山风从崖缝里灌进来，被子要盖好，别着凉了。凉的次数多了容易宫寒，宫寒了对修炼不好，尤其是冰灵根的修士，本来就寒气重，受了凉寒上加寒会损伤经脉的。还有思过崖的伙食偏素，没有肉，只有青菜豆腐。师姐若是吃不惯，可以让杂役弟子帮忙带点红枣桂圆补补气血。哦，对了，杂役弟子每3天才上去一次，师姐自己算好时间。年纪轻轻脾气这么大，难怪修炼不顺，生一次气经脉堵一次，3年白修。江离这张嘴，比撕过牙3个月的处罚还狠。被关3个月还能清静清静，被他念3个月人能疯掉。小师妹受委屈了，师兄给你做烧鸡，3只，不5只，一个都不能少。上次你说要加蜂蜜的那种，3只加蜂蜜，2只加孜然，就这么定了。那帮不长眼的执法堂弟子，以后我见一次打一次，欺负咱家小师妹，谁给他们的胆子？我药莲的拳头好久没揍人了，正好痒痒。以后谁敢欺负你，师姐替你骂回去，骂到他祖坟冒白烟，骂到他祖宗18代在阴曹地府都待不安稳。我和月骂人还没输过，整个祭灵宫的吵架记录都是我保持的。我帮小师妹试毒，这是新炼的解毒丹，不苦的，真不苦。我自己尝过3遍了，这批用了新的配方，把黄连缓成了甘草，虽然有一点点甜的发腻，但总比苦好。
你们真是黄鼠狼成精，但也是好黄鼠狼。元货，烧鸡我要加蜂蜜的，别放太多盐。上次那只咸的我喝了一整壶水，别把人打残，打残了师姐还得去骂一个残废，骂赢了也不光彩，累的是他自己。博玉，你那解毒丹下次别用黄连做底。你说你尝了还说不苦，是你舌头有问题，改天让荷叶师姐给你检查一下味觉。这书你看了3天了，看出什么名堂没有？你是在认字呢，还是在发呆呢？杀尸生痛，每次运到丹田就散，跟往漏桶里转水一样，灌多少漏多少。杀生度靠的是杀气驱动，杀气越重，心法运转越快。你连杀鸡都要念3遍往生咒，杀气从哪儿来？从经文里来。那什么功法适合我？你说念经的时候灵力波动最强，可我总不能天天念经不练功吧？你还别说，你念经的时候灵力变动虽然跟杀气完全相反，但那个强度确实不低。杀气是往外炸的，你念经的灵力是往里收的，稳得像老和尚敲木鱼。所以我的路子可能是反着来的，别人靠杀气成寸杀招，我靠念经推动剑招。杀生度的核心是度，杀只是手段，度才是目的。你的意思是把这功法倒过来练，杀气驱动改复成经文驱动，这路子从没人走过，练差了可别怪老夫没提醒你。试试就知道了，练差了大不了重新来过，反正我练气一静也没什么可损失的。你还真给他搞成了，用经文把杀气替换掉了，这灵力性质完全变了。杀生度的壳，念经的和，壳是前辈写的，和是我自己的。别人的杀生度是杀一人度一人，我的杀生度是讲一人度一人，讲不通再杀。哼，这疯丫头还真把邪门功法给改了。杀生度简成念经度，说出去整个修真界都得炸锅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你这什么玩意儿？念经就念经，练剑就练剑，你俩会一块算怎么回事？这叫讲理剑法。第一招有朋自远方来，欢迎对手；第二招不亦乐乎，跟对手切磋很开心；第三招人不知而不愠，对手不懂事我也不生气；第四招不亦君子报，我以德服人。哼，简直歪理！所以你这剑法是先讲道理，讲不通再用剑讲。对，以德服人，文德不行就上武德，武德的核心就是杀伐为主，
今天被一个练气一境的小姑娘改成了念经剑法，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韩翘剑的名声就算彻底毁了。你刚才那招不亦君子乎？剑气凝而不散，比前3招强了一截。你念这句经文的时候，心里在想什么？没想什么，就是觉得这句话念起来最顺口。不亦君子乎5符5个字，节奏刚好是12121，跟直刺的发力节奏一模一样。所以你选经文不是随便选的，是按发力节奏选的，节奏对上了，威力就大。对，不同的经文节奏配不同的剑招，发力点要跟字音的重音对上。比如有朋自远方来，自和来是重音，正好对上横批的发力点和收力点。这哪是疯了？这分明是真把剑道给琢磨透了，以经文节奏驱动剑招发力。古往今来，没有任何一本剑书写过这种东西。练气一境也敢报名大比？今年报名的弟子最低也是筑基初期，你一个练气境混在里面，是来凑数的，还是来博眼球的？阿弥陀佛，贫僧不求名次，只求参与。另外，仙尊，淘汰的定义是技不如人，贫僧还没打呢，您怎么知道被淘汰的一定是我？万一我被淘汰了，那是技不如人；万一我没被淘汰，那您这句话就是说早了。2种可能性都存在，提前下结论叫武断。又敲剑柄，每次你敲剑柄都没好事。上次敲完剑柄，你把守阁长老念到崩溃，这次又打算念叨谁？听说你报名大比了，对手都是筑基起步，你认真的？认真的，我练了一套新剑法，正好趁大比试试实战效果。新剑法？你什么时候练的？谁教的？自己琢磨的。韩翘剑灵给了点基础剑招，我把经文嵌进去，组合了一套讲理剑法。讲理剑法？这是什么鬼名字？以德服人，先讲道理，道理讲不通的，剑来讲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倒要看看小师妹在大比上怎么用剑讲道理，到时候我给你加油。丫头，你真想拿第一，这么拼命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明天要跟金丹修士决一死战，大比又不是生死类。我不想拿第一，拿第一又不能当饭吃。我只是想证明一件事，练气一境也能打趴金丹。别人修长生，我修一口气，这口气争的不是名次，是尊严。我从小在冰牢里就学会了，别人看不起你可以，但你不能看不起自己。疯子，这丫头身上有一股劲儿，不是修为上的，是骨头里的。1000年来我见过的天才多了去了，
但没几个有这股劲儿。问你个事，你那套讲理剑法为什么选《论语》当经文？心经、金刚经不是更适合你这种佛门路子吗？讲理剑法是用来跟对手对话的，不是用来打坐的。对手不听道理的时候，剑就是道理。但我希望对手先听道理，再吃剑。所以你选《论语》，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本讲道理的书。你的剑法本质上是在用剑讲道理。对，我不是为了打赢，是为了让对手心服口服。心不服，打赢了也没用。他心里恨你，下次还会来找你麻烦。口服心也服，才算真正的以德服人。以剑讲理，以德服人，他这套歪理居然也能自圆其说。关键是剑招还真不含糊。讲理，对战赵火，现在开始。师妹，刀剑无眼，上了擂台我可不保证不会伤到你。要不你自己认输吧，省得师姐落个欺负弱小的名声。你一个练气境，受我一刀得躺10天半月。阿弥陀佛，师姐先请。贫僧是来跟你讲道理的，道理讲不通再用剑。有朋自远方来。承让，贫僧刚才运用了第一招“有朋自远方来”，就是欢迎师姐来切磋的意思。师姐，你感受到了吗？江离胜，晋级下一轮。小师妹，你刚才那一剑就那么一下，砰，人就没了。那招叫什么来着？有朋自远方来，欢迎师兄来切磋的意思。这哪是欢迎，这是把人给送走了，直接送到擂台底下去。我数了，从开始到结束就3秒。我算是看懂了，你的讲理剑法根本就是先礼后兵，先说一句好听的经文，然后一剑把人拍飞，礼数到了，力道也到了。以后我骂人的时候也学你这招，先夸他一句，再骂到他狗血淋头。你看见没？炼气一境，一剑劈飞筑基初期，我修行10年没见过这种事儿。那一剑里面好像有经文声，你听见没？不是幻听吧？听见了，到现在耳朵里还在嗡嗡响，跟有个人在我脑子里念《论语》似的。承让。弟子怀疑江离在隐藏实力，炼气一境不可能这么强。江离，老夫怀疑你在隐藏实力，现在需要你用测莲石来证明你的境界。啊！什么？你今天那一招学而不思则罔，把对手差点打出擂台围栏，发力点比前几场又精准了半寸。你每次打完都会微调剑招，打一场调一次。你当大比是练攻防？大比就是实战测试，
剑招好不好用，经文节奏对不对，只有打出来才知道。木桩不会还手，但人会。跟不同的人打，能试出剑招在不同对手身上的效果。赵括用刀，适合是横劈；今天这对手用枪，适合是协调和直刺。他不是在比赛，他是在用比赛打磨剑法。打到第7场，江离剑法明显比第1场纯熟了不止一个档次。这种进步速度，放在1000年前也够格进剑阁内门了。可惜现在的人只看修为境界，没人在乎实战中的成长。叶师姐，您出来了！宗门大比正在打，有件事您得知道。江离就是那个炼气一境的江离，他在擂台上连赢了7场，筑基期的弟子全部被他3招内秒杀。你说什么？炼气一境赢了筑基大圆满？他用了什么手段？吃了什么禁药？还是用了什么禁术？没查到。宗主让人测了4次，4次都是炼气一境。他的剑法很奇怪，一边念经一边出剑，念一句拍飞一个人。大家都管他的剑法叫讲理剑法。讲理剑法。他一个炼气废物也好意思给自己的野路子起名字，他一定用了什么作弊手段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要在大比决赛上亲手废了他。3个月前他在执法庭外怎么说我来着？这回我要他跪在擂台上求饶，让所有人看看这个所谓的讲理剑法在我冰灵根面前有多可笑。3个月，我在这鬼地方闭关了3个月，每一天都数着日子过。洞里的穿山风灌进来，耳朵冻得生疮，吃的是水煮白菜豆腐，这些都是拜他所赐。如果那天不是我大意，回溯术根本不会拍到我的脸。青乌护着他又怎么样？擂台上没人能护着他。江离，你的讲理剑法马上就要在大比决赛上唱完最后一经了。江离，3个月前你在执法庭外说的那些话，今天我要你一个字一个字吞回。阿弥陀佛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师姐，你关了3个月，修为长了，格局怎么没跟着长？金丹中期跟炼气一境较劲，你赢了能证明什么？证明你比我强，这事还需要证明？为是暗无明亮。阿弥陀佛，被关3个月就想报仇，说明师姐你这3个月白关了。思过崖的作用是反思，不是积攒恨意，恨意越重，剑越沉。师姐，你的剑刚才比3个月前沉了不止1倍。承让。刚才决赛最后一剑，没有任何经文伴音。你的剑法似乎不必每招都念经，念与不念可以随心切换。念经是用来讲理的，对于不想听道理的人就不必念了，直接用剑说话更有效。叶师姐在冰灵剑出手那一刻，灵力里全都是杀意。她不想听道理，只想杀我，那我就不能耽误她时间，直接把她送下去，让她冷静冷静。刚才那一剑太漂亮了，不念经的一剑把金丹中期捅穿了。不是捅穿，是拍飞。师兄，你不要乱说。不管捅穿还是拍飞，
反正赢了。金丹中期被炼气一剑打趴下，叶苏鹤这张脸在宗门里是彻底挂不住了。小师妹，这是我专门给你做的润喉丹，你今天念了好多经文，嗓子一定干了吧？含着嘴里就行，不苦的，真不苦。这次用了薄荷和蜂蜜。本届宗门大比结果经长老会综合评定，现予公布。魁首筑基大圆满弟子沈寒轩，江离虽在擂台上胜出，但修为境界不达标。作为大比魁首，代表雀云宗参加修真界盛会不符合惯例，故以综合评定为准。凭什么？小师妹打赢了，一场没输，全部3招以内。你们说她不达标？什么叫不达标？她赢了的都不达标，那没赢的都达标了。经过长老团商议，决定如下。这魁首，我徒儿不稀罕。小师妹，他们不公平，你不生气吗？你哪怕说一句也行，别憋着。生气有用吗？我生气他们就会改结果？不会。我生气唯一的作用是让自己难受，对他们没任何影响。我不愿意做白费力气的事。小师妹，你想哭就哭，在咱们自己院子里不用憋着。大比第一被人抢了，谁遇到这事不得难受，不丢脸？我今天最后一场打赢了叶苏鹤，用的是不讲经文的剑招，说明讲理剑法可以不用经文伴奏，也说明我的剑法不被规矩承认，但我的剑法确实有用。名次他们能拿走，剑法他们拿不走。1、2、3、4。哎，小师妹，小师妹，开门！师姐给你炸了春卷，荠菜馅的。你上次说想吃，就吃一口，一口就行。你不开门，我就坐门口等你。不就是个名次吗？你又不是在乎名次的人，那破奖杯又不能当饭吃，不能当剑用，放屋里还占地方。剑灵，你说我是不是真的不适合修仙？别人纵向突破一层一层往上涨，我横向积累，灵力堆了3座山了，修为纹丝不动。这条路走到头，会有人承认我吗？小师妹，烧鸡凉了可以不吃，粥热的你总得喝一口吧？你从昨晚到现在滴水未进，你当自己是神仙啊？我没事，就是昨晚没睡。小师妹，我们几个商量了一整夜，那帮长老不认你的名次，我们认，你就是大比第一，没有第二。以后出门在外，谁要敢拿这事说道，我药林第一个让他闭嘴。小师妹，这是我新调的安神丹，吃了能好好睡一觉，不苦的。这次用了桂花蜜做底，甜度刚好。你要是觉得还苦，下次我把甜度再调高一层。小师兄，你是要甜死我吗？你下次别做这么甜了。你可知道为师当年的事？你不是天之骄子吗？天之骄子，当时全宗门的人可叫我废物。大比报名被人当场笑话，论道会被排在末席。我试过所有能试的法子，换功法，换灵脉，换修炼时辰，能换的都换了，还是没用。那你怎么挺过来的？100年被人叫废物，心里肯定不好受吧？怎么，别人说我废物，那我就真是废物了？
我要是用他们的尺子量自己，那才是真正认输。后来只管往前走，回头看的时候，那些拿尺子量过我的人，大多数已经不在视野里了。我把他们熬死了。为师来不是劝你想开点儿，为师来是想告诉你一句话：你在擂台上每一场我都看了，你的进步速度我生平仅见。名次可以被抢走，修为可以被质疑，但你自己学到的本事，谁也抢不走。还有一件事你要知道，大比规则里并没有规定炼器界不能当魁首，综合评定那条是今天早上临时加进去的。先调整状态，缓过来以后来找我，我有东西给你看。你先看看这个，这是当年为师自己画的手稿，记录了我从炼气境到突破之前横面积积累灵力的全部数据变化。师尊，你的意思是，我现在的路子跟你当年是一条路，横向扩展，境界不动，实力在长。你说的不错。师尊，你当年从炼气境横向积累到最后突破，花了多少年？将近500年。这也太久了吧！我又不是属王八的。不知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为师当年是在一场生死战中找到的，被人逼到绝境，灵力在极限状态下自发突破。但你不需要走我的老路，你走你自己的。师尊，明天开始我在这练剑，不压制灵力，全力释放。什么时候把这座山头的草木全部削平一遍？什么时候休息？为师不拦你，只有一个要求：你在这儿练剑，为师必须在场。不是不信任你，是万一你的灵力失控，为师及时出手控制范围。这是为师整理的关于月火星命格的研究手记。月火凶命是上古预言里命定的灾星，但凶星也是星。我研究了几十年，得出的结论是，月火星不是凶星，是变星。变星的能量取决于载体怎么用它，跟星本身没有关系。师尊，你好端端寻思这些干什么？所以你的命格不是什么灾星诅咒，它是一股可塑性极强的能量。将来这股能量会转化成什么形态，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。命由天定，运由己造。师尊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不需要压抑任何灵力，放开全部灵力，不要管修为显示，不要管会不会被人看到，全力释放。寻常筑基弟子，灵力覆盖范围不超过10丈，金丹初期100丈为极。你的灵力以你为中心，覆盖了整座山头，方圆3里不止，灵力厚度至少是金丹初期的3倍。修为炼气已尽，这本身就不正常。但世间所有真正不正常的事，往往就是被叫了太久正常的规矩所排斥的东西。规则不承认你的路子，不代表你的路子是错的，只说明写规则的人没见过你这种人。3里，我自己的灵力覆盖了3里，我自己居然不知道。因为你一直在压着自己。从今天开始，后山这片地是你的修炼场，在这里不需要压制，全力释放，横向积累的速度会更快。师尊，你说我的灵力厚度是金丹初期的3倍，那我为什么修为还是炼气一境？按理说灵力够了就应该突破，不是吗？正常修炼是修塔，筑基是地基，金丹是塔身，元婴是塔尖，一层一层往上升。你是修湖，不往上修，往四周扩，湖的面积越来越大，但湖面始终是平的，没有塔尖，所以别人看你的高度，永远只看到湖面，看不到湖水有多深。修塔的人爬得快，但塔基不稳的话，元婴之后就难了。修湖的人前期慢，但湖水深到一定程度，一旦找到突破口，那就是决堤。为师的判断是，你将来突破的时候不会是往上升一层，而是整个湖的水位一次性暴涨。真正的修行
现在才开始。练到第3天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的灵力在出剑的瞬间会自动调整经文节奏，不是我在控制经文，而是经文和灵力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配合模式，这种模式已经渗透到了肌肉记忆里。这是好事，说明你的身体已经完全适应了经文驱动的节奏，不需要大脑主动控制，灵力自己会找到最优节奏。这在剑道里叫身剑合一，剑招从自主控制变成肌肉本能。但你要注意另一件事，不能让剑招就有的谱系变成固定模板，一旦固定，对手只要找到你的节奏规律，就能预测你的下一剑。师尊，我有个问题，修炼目的是为了突破境界，还是为了变强？我现在灵压全开，能覆盖3里，实战能打金丹中期，但我还是炼气1境。从实战角度看，我已经变强了；从修为角度看，我几乎原地踏步。那我到底算进步了，还是没进步？如果让你选，现在立刻突破到筑基后期，但实战威力还不如你现在的炼级1阶，你选哪个？不换，现在的实力是真的，修为标签是给别人看的，我不要用真中事儿换假标签。你已经有答案了。修真界习惯用修为境界衡量一切，但那把尺子量不了你。你自己知道自己在变强，这才是唯一重要的。为师当年绑定过一个类似的系统，因为修为不长被人叫了100年废物。这件事我从没告诉过任何人，今天告诉你，不是为了博同情，是让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走过这条路。别人纵向修炼，你我横向扩展，境界只是虚妄，实力才是根本。不要信他们说的规矩，规矩是人定的，人定规矩就能被人打破。你打破了1次，别人会说你是侥幸；打破10次，他们会说你是异类；打破千百次后，他们会开始改规矩。师尊，你当年一个人走这条路的时候，有人跟你说过这些话吗？天快黑了，回去吃饭。元货今天晚上又做了烧鸡。师尊，说，我那条路不会走100年。我知道。但你体内有荧惑凶命，这件事你必须知道。荧惑星出，邪魔大脑出，邪魔出，天下乱。这句话从上古传到现在，修真界每一个人都信，每一个宗门都把这句话刻在戒律石上。所以我是灾星，他们说的那些话其实也没错。不，灾星是注定带来灾祸的星，那是被写死的剧本，而你是变数。变数意味着不可预测，意味着旧的东西会因为你的出现而发生改变。就像一颗石子扔进一潭死水里，水面必然会起波纹，乱局之中方可破旧立新。我收你为徒，不是觉得你可怜，是觉得你就是那道打破规矩的裂缝。裂缝里会透光进来，透进来的光会照到很多原本永远照不到的地方。那我就是裂缝，挺好。裂缝就裂缝，总比一潭死水强。这里面是为师当年搜集的关于荧惑星的所有古籍残片，一共17片，你拿回去看，看不懂的来问我。荧惑星的能量性质在你体内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，你自己可能没注意到，但我能感觉到你上次在瀑布前练剑的时候，灵力的金色部分比红色部分多了将近30%。师尊，这变化是好还是坏？不是好坏的问题。杀生度本来是暗红煞气驱动，你用的是经文驱动，经文是金色佛光，暗红在减少，金色在增加，说明你的灵力性质正在被你的剑法和经文重塑。等暗红彻底转成金色那一天，荧墨凶命这个说法就跟你彻底没关系了。不过在那之前，修真界的人一旦发现你体内有荧墨星，肯定会有动作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为师能护你，但不能替你把所有敌人都挡在外面。他们虽然没有找到剑心，我知道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讲不通就动手，动完手继续讲。
荧惑凶命、上古预言、修真界围剿，这些都够写一本传奇画本了。这丫头经历的麻烦事，比1000年来我见过的任何一任韩错剑主都多。流水，云暖笑天。你这个状态，用凡间的话说叫什么来着？打了鸡血？不，你这比打了鸡血还猛，你这是打了凤凰血。之前纠结那么久，纯属浪费时间。既然规矩不认我这条路，那我就把路走宽到让他们不得不认。纠结没用，练剑有用。这丫头是真的开窍了，不是修为上的开窍，是脑子里的开窍。想通了什么叫别人的尺子量不了自己，整个人都利索了。小师妹，你今天练了4个时辰了，中间就喝了1次水。你再这么练下去，我做的烧鸡都追不上你消耗的体力。那你就多做2只，加蜂蜜的，少放盐。擦擦吧，小师妹，你都臭啦。荧惑为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这句话跟其他产业上的说法完全不同。其他产业都在说荧惑是灾祸之源，只有这句说它是变则通。这是同一个荧惑星，还是2个人写的？荧惑为变，变则通。上古时期荧域星的记载本来就分2派，主流派说凶，非主流派说变。主流人多势力大，把非主流派的声音全压下去了，留下来的记载90%都是凶星说。你手里这几片说变的残叶，可能是当年非主流派冒死保存下来的。不清楚，算了吧，脑子要炸了。嘿，不是你要听的吗？说了你又不乐意。不管了，我是谁，只有我自己最清楚。炼气2境，花了这么久，终于从1境升到了2境，灵力厚度翻了至少3倍。虽然修为显示还是炼气，但你这横向扩展的效率比之前高了1大截。练了半个月就从1境扩到2境，这速度比你师尊当年快多了。不过物理超度专业炼气2境大圆满这个前缀，说出去更丢人了。听说没？江离突破了，炼气2境了，就突破了1小层。我修炼3年从炼气到金丹，他花了大半年才从炼气1到炼气2。这突破速度是蜗牛修炼法吗？大比打赢了金丹又怎么样？还不是炼气2境？我赌他突破筑基还要3年起步。笑吧，师尊说过，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的。现在笑的人，将来不一定还笑得出来。命江提下山游历，积累实战经验，时间不定，归期不定，游历路线由他自己决定。小师妹，烧鸡路上吃，我天没亮就起来烤的，加了蜂蜜。照你说的少放盐，别惹事，但也别怕事。遇到打不过的跑，跑不掉就发求救信号。师兄们立刻赶过去。有人欺负你，你就揍，揍完就跑，跑不掉就发信号。出事师尊顶着，顶不住我给你顶着。我药林说到做到。别让人欺负你，受了委屈记下来，回来师姐一个一个帮你骂，名单给我留着，一个都跑不了。骂人我是专业的，保管骂的他们恨不得钻回娘胎里重修口德。师妹接着，这把毒药拿着防身，红色的是毒，绿色的是解药，别弄混了，弄混了也没事儿。白色的那个是万宁解药，但是吃了会拉3天肚子，3天起步上不封顶。师兄师姐们，我只是下山，不是去屠城。你们这是给我送行还是给我搬家？这么多东西，我扛着走山路会累死的。
那要不我给你绑个小推车，拉着走省力。第一，荧惑星的灵力在山下不要轻易暴露，除非万不得已。第二，遇到解决不了的事，发求救信号。记住，你现在不是一个人，你有师门。第三，自己小心，不要逞强。师尊放心，我下山是去讲理的，不是去惹事的。小师妹，讲理讲不通就动手，动手不要手软。你少教他这些。第一次下山游历炼气2境，带着1只烧鸡、2瓶毒药和1个话痨剑心，这场面千年难得见见。您是谁？是天上派来的神仙吗？还是路过的散修大人？贫僧不是神仙，只是个讲理的人。阿弥陀佛。可你刚才杀妖的样子好吓人，那眼睛瞪得溜圆，嘴里还吼了句什么，老朽耳朵背没听清。以德服人分文德和武德，稳德用讲道理，讲不通的用武德。方才这孽畜不吃文德这碗饭，贫僧只好端武德了，一剑下去一了百了，他省事我也省事。大师，敢问尊姓大名？我们村虽然穷，但一定要给您立一块牌位，天天供着。您要是不留名字，我们这心里过意不去。立牌位就不用了，贫僧法号讲理，名字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道理要讲清楚。以后你们村里有什么纠纷，先坐下来好好说，别动手。实在说不通的，去最近镇上的讲理堂。讲理堂？没听说过啊，镇上好像没有这个庙。不远了，以后会有的。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你这个讲理堂还八字没一撇呢，你就给人推荐上了，你这算不算虚假宣传？这叫提前布局，以后讲理堂开了，他们自然想起来今天我说的话，宣传要趁早。行了，杀妖不忘推销讲理堂，这位讲理大帝的敬业程度我是真服了。怎么把我画得跟怒焰金刚似的？贫僧平时笑得很和善的，嘴角是往上弯的，不是往下的。这嘴是不是也太大了一点？大师救我们的时候确实面目狰狞，一剑下去血飙3尺高，您眼睛瞪得比虎妖还大，嘴里吼的什么我们也听不懂，只记得好大声，把我耳朵震得嗡嗡响了大半天。嘴画大一点是为了还原当时的场景。阿弥陀佛，贫僧只有一个请求，下次画像的时候能不能把嘴给我画小一点，稍微小一点就行，不用太大，神态也可以温和一些。嘴小了显不出气势，大师那天的气势全在那张嘴上，吼得山都震了。嘴要是缩小了，镇不住场子，以后来拜的人看了神像心里有敬畏，烧香都烧得认真些。我真服了。大姐姐，你的剑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叫韩绰，很听话，但不喜欢别人摸他，摸了他会生气，他生气的时候会嗡嗡叫。那他有没有杀过坏人？杀过一头大老虎，就是你们村头那座庙里踩着的那只。哇！大师，您上次说的那个讲理堂，老朽托人去镇上问了，确实还没有。您能不能告诉老朽，这讲理堂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拜哪尊神？讲理堂不是庙，是一个地方，有纠纷的人进去，先听一段经，冷静下来之后坐下来好好说话，把道理讲清楚。讲清楚了，大多数问题就不用动手了。实在讲不清楚的，有专门的人帮他们评理。拜的不是神，是道理本身。哦，那不就是衙门吗？不是衙门，衙门靠的是律法和板子，讲理堂靠的是道理，和偶尔也会有板子。
但大多数时候只有道理。那挺好的，以后要是真有了，我们村第一个去烧香。营秘煞气，这股味道，整个修真界都认不错。果然是你，营秘星。我们找了你很久了。那是银墨星煞，红色煞气冲到这个高度，绝对是银墨！快走，回去报信，银墨星现世了！炼气境界能伤到我，果然是荧惑凶命。今天先放你一马，下次见面我就不是一个人了。麻烦大了。白天那2个路过的修士看到了你的煞气，他们回去一定会报信。荧墨星现世的消息，最迟3天就会传遍修界各大宗门。到时候你走到哪儿，麻烦跟到哪儿。迟早的事，既然迟早要面对，那就早点来。烧鸡还够吃3天，3天后的事，3天后再说。你还漏了一条。第4，你师尊青梧是雀云宗祭灵门门主，他一定会护你，但整个宗门不一定都站在你这边。上次大比的事你已经看到了，宗门里想保你的人和想舍你保自己的人，至少一半一半。所以我得尽快提升战力，剑法靠实战打磨。境界拼的则是时间，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。在我能独自面对元婴之前，我不能连累祭灵门的人。你想好下一步怎么走了？继续游历，按原计划走，不躲也不主动招惹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走一步算一步。先看看各方势力什么反应，再做决定。现在连敌人是谁都没搞清楚，瞎紧张没用。这丫头面对元婴魔将都没怂，现在知道自己快被整个修真界围剿了，第一反应不是害怕，也不是慌张，是先把烧鸡吃完再想办法。这份心态，我这1000年里第一次见。江离，修真界各方势力联合发来质询，你是否身负营秘凶命？如实回答。这件事关系宗门存亡，不得隐瞒。是，我身负银墨星命，但我没有祸害过任何人。潜在的天下祸源妖女，宁可错杀，不可放过。诸位都说完了，轮到贫僧了。贫僧有几个问题想请教诸位。第一，我下山游历这段时间，杀了3头妖兽，救了2处村庄，调解了3起村民纠纷，我祸害过谁？如果有人能拿出我作恶的证据，我现在就束手就擒。什么时候修真定罪不需要证据，只需要预言了？这叫预断定罪。你现在控制得住，不代表将来控制不住。
那我是不是也应该先把诸位打趴下，以绝后患？拿不出证据的话，就别重复了，省点时间。他这是诡辩，跟他讲道理浪费时间，直接拿人！你这是什么妖法？阿弥陀佛，贫僧只是在讲道理，道理钻进脑子里，不愿意听的人自然会头疼，这叫道理到肉。你这是妖法，不是讲道理。有本事拿出真凭实据，别用这些旁门左道。别过来，你这妖女！道理到肉，他还能给精神攻击起一个哲学名字，我服了。千年剑灵今天正式认输。此女修为不过炼气，一张嘴就能让金丹修子头疼欲裂。若是让她成长起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今天不除她，将来必成大患。我们几个老家伙联手，在她启动精神攻击之前制住她。谁要动我徒儿，先告诉我，我祭门什么时候丧失了保护弟子的权利？如果祭灵门没了这个权利，那雀云宗也不用存在了。刚才谁说就地正法的？来，站出来！我先跟你正法。欺负我师妹炼气2境，你欺负一个试试？你们要脸不要脸？名门正派的大人物联合起来围剿一个炼气2字小姑娘，这种事儿传出去，你们的山门以后还有人敢进吗？你们的弟子以后还有脸出门吗？青武，你护短也要有个限度。荧墨兄命是整个修真界的公敌，你为了一个弟子跟整个修真界为敌，你疯了！我没有跟修真界为敌，是修真界选择跟我祭灵门为敌。这2件事的顺序不要搞错。你们来我雀云宗山门前拉横幅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自己是来与一个宗门为敌？小师妹别怕，要是他们真敢动手，我这狼牙棒抡起来不讲道理的。师兄在来的路上想了想，你这讲理剑法虽然厉害，但对付这种人，纯武德可能更有效。武德也是德，先兵后礼，打完再讲道理，也是一种以德服人。听说了没？这次各宗门发布围剿令，要将荧惑兄命押送至仙盟总部接受审查。什么接受审查？谁不知道审查只是换个地方动手？在这雀云宗有青无仙尊护着，大人物们都不敢轻举妄动。长老会投票表决，同意放弃江离的举手。6票对1票，通过决议，雀云宗放弃对江离的庇护，即刻生效。小师妹，长老会投票表决，雀云宗放弃了对你的保护。我明白了，宗门放弃我，但祭灵门没有放弃我。这辈子，我只认祭灵门。别过去，他们就是要逼你出来，这就是个陷阱。要连我来处理，你先走。他们要的是我，从始至终，他们要的只是我一个。药莲挡在这里是我的错，我不能再让任何人替我挨打。
要干什么？江离，你给老夫站住！你一个人打不过这么多人的。师尊，谢谢您让我相信自己不是废物。如果不是您，我不会站在这些台阶上。江陵，你要做什么？不准做傻事！你给我下来！你们说荧墨凶命会祸乱天下，那我便以此身祭天，以荧墨之力融入天地，化为甘霖雨露护佑苍生。你们认定了荧墨是凶命，那我告诉你们，这不是凶命，这是天命。不，江离，为师不准！迎灭星在降雨，不是凶星吗？你用自己换苍生太平，天底下哪有你这么讲理的？小若师妹呢？我刚才听见她念经了。这是讲俚语，我听见有人在雨里念经。知寇，新人才有蕊过分，渐入心平气和，心智心平。这庙比衙门灵，衙门里拍完了心里憋火，这儿让你对着神像说，说着说着自己都笑了。
为师会找到你，不管你散成多少片，散在多少处地方，我都会一片一片捡回来。丫头，你要是还能听见我说话，就别死透。你欠我的剑谱还没学完，老夫不收赖账的徒弟，你听到没有？前几天下完那场雨以后，我们这片山上的野花忽然全该了。现在不是开花的季节，但山上的野杜鹃开得铺天盖地的。老人说，那是神仙降的福泽在保佑咱们呢。三个都圆的，我们娘说才不知道，你们说呀，什么童年？是我苛刻了，今年的租子减2成。不，老爷客气了，我多交1担米，不能让老爷吃亏。你们这庙到底供的是哪路神仙？供的是道理。你刚进来说的那通话，就是对道理烧的香。每一件纠纷都要记录在案，来龙去脉、双方诉求、调解结果、后续跟进，4个环节一个不能少。以德服人，德要落在实处。上个月香火钱涨了不少，大部分没留名字，只写了一句谢讲理大帝。留不具名的功德正好，讲理堂靠的是每一个普通人的口碑，事记在心里就行了。师尊，好久不见，你这胡子多久没刮了？终于回来了，碎片凑了多少了？能锯出人形了吗？还在凑，碎片不太全乎，跟拼图似的，不过总算能说话了。师尊，我跟你说，我饿了好多年，我想吃烧鸡，元霍师兄做的，加蜂蜜的那种。你先把自己拼全了再谈烧鸡，碎片都没凑齐就想吃烧鸡，不怕从虚影里露出来？师尊，元雾师兄还做烧鸡吗？和月师姐还在保持她的吵架记录吗？博玉小师兄的毒药应该已经攒了一屋子了吧？药森师兄的伤好了吗？元霍还做烧鸡，和月的吵架记录还是全宗第一。博玉专门给你配的润喉丹又出了新配方，药莲天天跟人吹嘘，那是替你挡的伤疤。这么多年了，师尊你一直在找我的碎片。还差几片，位置都锁定了，用不了多久你就能拼全。师尊，修真界这几年有什么变化？荧惑凶命的说法淡了，没人再提围剿。讲理堂遍布天下，你的信徒比雀云宗的弟子多得多。
死了一次，好不容易活过来，能不能别这么菜？讲理大帝，炼气三境，说出去好听吗？滚！你一个剑灵，管我什么境界？剑收好，以后别横脖子上了。为师年纪大了，经不起第二次。小师妹。师兄师姐们，我回来了。我去做烧鸡，加蜂蜜的，少放盐，管够。当初在冰牢里，以为自己什么都不会再有了，现在看看，好像什么都有了。文德为先，武德殿后。老师，少爷，你们这样是分不出结果，不如去讲礼堂看看。哥，你当吧，你比我合适。不，弟你来，你比我稳重。这什么玩意儿？一个炼气三境弄出来的草台班子，还管起人间纠纷来了。我当初只想练好本事，安稳留在宗门，护好自己不被人欺负，从没想过有朝一日会站在这里，为天下人评理断是非。阿弥陀佛，你们这是要砸场子？贫僧的场子也敢砸？仙盟执法，闲杂人等让开！这是仙盟的正式令箭，抗令者按叛道处置。令箭是真的，贫僧认。那贫僧问一句，仙盟拆庙之前给百姓下过公告吗？走过执法程序吗？给过申诉期限吗？看来是没有。那贫僧不能让你拆。以德服人，先礼后兵，礼已经给过了，接下来是兵。以德服人，以礼相待，敬酒不吃，吃罚酒。贫僧以德服人，从不主动动手，但诸位非要砸贫僧的庙，这就属于物理的范畴了。物理也是理，武德也是德。
打得赢吗？正面对战，小规模交锋应该没问题，但上次围剿没成功，这次拆庙也没成功，再一再二不再三，第3次再不出手，联盟的威信就彻底没了。但我们拿什么理由去围剿一个正在帮凡人调解田产纠纷的应墨星？说出去，天下人怎么看待联盟？先放着，不撤围剿令，但也不执行，保持现状，以不变应万变。通知各宗门，讲礼堂的事暂时不要去碰，谁再去砸庙，后果自负。至于备案的事，让讲礼堂派人来谈。联盟不来砸庙了，改成请我去备案，说要按正规程序走，请讲礼堂派人去联盟总部填写备案申请表、盖公章，还要提交一份组织结构章程。那我们去不去？备案就意味着被联盟管着，按他们的规矩来。不备案的话，他们随时可以再用未备案的罪名来砸庙。去，但不是去备案，是去谈条件。备案可以，联盟得承认讲礼堂在人间的独立调解权，任何修真宗门不得无故干涉讲礼堂的正常运作。另外，讲礼堂弟子在调解纠纷时，享有与联盟执法队同等的身份认定，他们能办到的，我们也能办到。这不是备案，这是给联盟发通牒。您这是要跟修真界联盟平起平坐？不是平起平坐，是他们管修真界的修士，我们管人间的纠纷，各管各的。贫僧不干涉他们的事，他们也别来干涉贫僧的事。讲礼堂堂规只有一条，以德服人，他们要是能接受这条，一切好谈。讲理，宗门当年放弃对你的掩护，是我的决策失误。这份书面道歉是给你的，也是给祭灵门的。我不求你原谅，但求你知道宗门已经改了规矩，以后不会再出现同样的事。尸身长老，我当年站在无法殿台阶上的时候，确实恨过您，不是恨您放弃我，是恨您没给我一个公平的申辩机会。但后来在碎片里待着那些年，想明白了，我收下道歉，不是原谅，是放下。以后各走各路，井水不犯河水。祭灵门，小师妹，你回来了，我正好在烤烧鸡。你回宗门也不提前说一声，我都没来得及给你准备东西。给你做了些衣服，猜你复活之后身量没变，果然没变，回头试试，不合身我再改。小师妹，这是我攒了这么多年的新药，润馊丹更新了好几版，这次用了桂花蜜加薄荷，甜度和清凉度的比例我试了好多次，这次绝对不齁也不凉，刚刚好。终于回来了，回来就好。你是真的把命格给改了？上古预言都说荧惑是凶性，到你手里硬生生改成了变性，你这哪是以德服人，你这是以命服天，老天爷都被你说服了。天命说我凶，那我就用这条命告诉天命了。你的预言我不认。不过老夫得提醒你，荧惑星虽然变了性质，但修真界那些老顽固不一定认，他们认了一辈子的凶星预言，让他们承认自己错了，比让他们渡天劫还难。不需要他们认，我做的事摆在那里，天道已经认了，他们认不认是他们的事。你现在的修为还是炼气3境，但灵力厚度已经超过了金丹中期。你师尊说的没错，你这条路不是往上修，是往宽修。等到某一天厚度到了临界点，整个湖的水位会一次性暴涨。不急，我已经死过一次了，不在乎突破的快还是慢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讲礼堂的制度扎稳，让天下人都知道，有纠纷先讲理，讲不通再动手。这套规矩
比任何境界都管用。为师当初收你为徒，是因为站在试剑台上的你，与我当年一模一样，被人放弃过，被人看不起。我收你，不是因为可怜你，是想看看，如果有人给那个像我当年一样的倒霉蛋一个机会，一把剑，一句肯定，他能不能走出一条与我不一样的路？不是重复我的路，是走出来一条自己的路。所以您是在救自己，救那个当年没人救到少年。也有这个原因，但更要紧的是，我想亲眼看着你赢，走着赢。我已经看够了输和妥协，不想再看了。你替我赢了一场。师尊，这些年你到处找我的碎片，有没有后悔过收我这个麻烦徒弟？你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不后悔的决定。收你为徒之前，我在修真界活了好几百年，你是第一个让我觉得修真界还有救的人。我自己都觉得自个儿挺能惹事的，拔剑招惹金丹，跟长老辩论，被整个修真界围剿，哪样都挺出格。惹事儿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惹了事不敢扛。你每次都自己扛了，扛得比谁都稳，这才是为师最看重的地方。师尊，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，就是在试剑台上遇到了你。天快黑了，回去吃饭。啊！袁习说今晚做烧鸡。小师妹，你怎么又突然回来？我这次只烤了几只，根本不够。要莲，你帮我看一下火，我再去后院抓2只鸡。你每次回来都跟偷袭似的，我这石锁都砸了不知道多少次脚了，你就不能先让人传个信儿？还行，没缺胳膊少腿，修为还长了，炼气3境了，离筑基又近了一步，虽然近得跟蜗牛爬似的。小师妹，这些年攒的解毒丹，每种颜色对应一种毒，红的解毒丸，绿的解麻痹散，蓝的解寒毒，黄的去热毒，紫的解胀气。来，先吃这只，这只火候最好，蜂蜜换成槐花蜜了，盐的比例也调了，腌制时间也加长了，你尝尝看，跟以前比怎么样？这个比以前的好吃，来花蜜确实比普通蜂蜜更配烧鸡。袁郭师兄，你这些年手艺长了不少。小师妹，讲礼堂办得这么大，有没有人找你麻烦？需要师姐出马吗？我这吵架的本事好久没用了，正闲得发慌。暂时不用，上次联盟来砸庙，被我用讲理剑法打回去之后，他们就没再来过了。估计在琢磨怎么在不被我念经的情况下接近讲理堂。下次他们敢再来，你发信号，我直接用长刀给你守庙门。我这些年也没闲着，金丹后期的我一刀能砍飞，元婴初期的也能过几十招。这是我专门给讲理堂调解员做的讲理丹，吃了以后心平气和，说话条理清晰，调解纠纷的时候自己不容易上火。不是毒药，是保健味的，你闻闻。博玉师兄，这个好，我要多订些。讲理堂每个分堂配1瓶，以后调解员上岗前先吃1颗，省得调解到一半自己先急了。小李姐姐，我当初只想学打架，在宗门里活下去，别被人欺负。
怎么就混成了正义使者？这职业规划偏的也太远了。你接下来想干嘛？讲礼堂开了几百间，联盟也不敢惹你了。下一步有什么打算？天底下不讲理的人还多着呢，够我忙好久的。下一个目标是让讲礼堂开到每一个有人的地方，不管是大城还是小镇，有个能坐下来说理的地方就好。你一个炼气三境，操着元婴老祖的心，人家元婴修士想的是怎么渡天劫飞升，你想的是怎么让天下人讲道理，格局是不一样，效率也是真低。效率低就低吧，反正我死过一次，急什么？路要一步一步走，理要一句一句讲。你接下来想干嘛？继续讲理呗，谁不讲理就帮帮帮。讲理还是动手？都得要，讲理不行就动手，动手不行就边讲理边动手。我总得让天底下多几个讲理的人，一个一个来，不着急。不愧是我徒儿，把帮帮帮说成以德服人，全天下就你一个。师尊，你说我这辈子到底算不算成功的修士？修为炼气三境，功法是自创的讲理剑法，门下弟子大多是凡人，整天处理的都是东家长西家短的琐事，跟那些渡劫飞升的大能比起来，我这点成就拿去可能都没人愿意听。渡劫飞升的修士100年出一个，但能让整个人间百姓在纠纷发生时第一个想到的是先去讲礼堂的，1000年只出了你一个。渡劫飞升是修己，堂是修天下。修己的人厉害，修天下的人是另一个层面的厉害。不过为师最骄傲的不是你把讲礼堂开了多少间，是你在无法殿前横剑的时候说出来的那句话，这不是兄命，这是天命。那一刻你就已经赢了，赢的不是那群围剿你的人，是天命。你难得一说这么多话，以前可都是我念经给你听，你捂着耳朵跑的。俩疯子，一个疯得坦坦荡荡，一个疯得堂堂正正。不过这屋顶坐着还挺舒服的，